Hello， 大家，无案第15集最终回。在游书朗被白鹏宇揍了一顿之后，樊潇看到了他身上的那些伤，终于意识到原来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在带给游书朗伤害，于是也下定决心离他而去了。游书朗也决定往前走，去寻找新的恋情，两个人从此分道扬镳了吗？不知道，我们赶快来看看他们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吧。吕博文，中葡混血，高大帅气。如果不冒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 Top？ 怎么了？不合适？如果是你，就都合适。哎呦，如果以前的游书朗应该会挺喜欢这一位的，但现在觉得好像不太适合。你今天怎么又没带微信啊？今天冷。还是相处看看呢。这附近开了一家游乐园餐厅，我们一会儿接了天天，我们去那儿吃好吗？我定了位置。好。你总是对我太客气了。走吧，车在那边。哎，游书朗又回到那个对情人礼貌性疏离的状态了，还是踩在这个樊潇为他铺的路吼。哎，小心！哦，哇！不过你还上前帮忙啊，这热心的样子倒是跟游书朗有相似哈。需要帮忙吗？我拉你起来。不用。哇！你认识啊？哎呀，是他。明眼人都看得出游书朗对他的眼神不单纯。哦，都是幻觉。不用。没事的，不能吵架。你不能发疯，樊潇。哎呦，游书朗不喜欢疯子。离开。现在的樊潇是真的在为游书朗着想了耶。殊不知他还在背后默默看你。书朗啊，最新的项目就由你来牵头了啊！我没事就不去公司了。所以他还是在黄老师底下工作。医院的味道，我不喜欢。但是三少病了，我怎么都是要来看看。樊潇，怎么样都要来看看笑话。老子他妈报复姓游的，你替他出气，你们俩可真是伉俪情深啊！这话樊潇爱听。老子他妈认栽，你打也打了，戒出了，你到底还想要干什么？生病了得多吃水果。操你妈！这水果很甜，现在这么穷，买点水果不容易。好了，樊潇，可以了啦，适可而止。不要大声喧哗。你、我、游书朗之间的恩怨到此为止。早就跟你说过了，他这个人呢，睚眦必报。白鹏宇也算是你的朋友，你卖他卖的毫无压力。哎呦，现在跟你一起抽胭脂味的烟的是势利华，这是不是也暗示其实他们两个也有过暧昧啊？当然，可能戏里面不会演出来的。你非要守在这儿干啥？人家不是已经不要你了吗？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就是那天有一个兄弟在那儿过生日啊，她男朋友在，游书朗过来接她了。我说你男朋友刚在会所里面摸人家小男模屁股了。靠腰。你男朋友没有摸小男模的屁股。被樊潇抓来跟人赔罪啊！我压根儿没当真。操！是他让我过来解释，说这事儿不是他指使的。我相信他，他干不出这么低端的事。嘿，如果你今天来是要给他洗白的，那我没有时间浪费在这种无意义的事情上。你留着时间干嘛？跟你的新男朋友卿卿我我啊？谁跟你一样都是闲散王爷啦？你干嘛？咱俩的账什么时候结？你难道不应该与白鹏宇同甘共苦？他本来想算了的，不想再在你们身上浪费精力。可是架不住施公子总往眼前钻，好歹见点血吧。
行。哎呦，哎，施丽华倒是敢做敢当哦。别躲，老子不欠你的。觉得委屈吗？不然你打我一下，我把你送上别人的床。不委屈。上次挨揍还是小时候被我爷爷踹我屁股。你跟樊潇那些人混在一起都没有被揍哦，你都有樊潇罩着。你恨樊潇，我可以理解，但是他也为了你承受了很多呀。他们家这件事情，他本来可以全身而退的，就是为了保护你这个举报人，他主动向大众承认是他检举的。坐牢之后被人追杀了整整3个月，哇，3个月啊！其实他只坐了3个月，出去之后为了引开那帮人就离开了泰国，但还是被人追到家放汽油放火。好在3个月后，涉案的大佬自己内斗死了。这一段可能拍出来成本太高了哈，就让施丽华用文字交代完了。是樊潇让天天的妈妈给你打电话的，他知道你孤独。我之前压根就没觉得你会收养天天。他说你要是不收养，他就养。这个倒是打中了游书郎了哈。还有吗？哎呦，你超时了。他还想继续听啊。哎呦我操，菩萨！就这就是你口中的菩萨？施丽华不太了解游书郎，他不知道他这反应是因为慌了。哎，你再展开说说，说具体点。你们家尤主任是怎么揍你的？游书郎已经有男朋友了，不是你家的了。樊潇，你他妈醒醒吧你！樊潇现在听到游书郎的事情，笑容都藏不住了。叔叔，这里也有一束向日葵，和我们的一样。书郎，你说咱妈为什么喜欢向日葵啊？咱妈，因为向日葵可以结瓜子，我妈喜欢吃瓜子。什么？我才不信呢！你看我带谁来了？天天，我的小侄子。天天是你的小侄子啊。老师，您说到底什么事儿？过完年呀，我就卸任长岭药业总经理，你来接任。由我来担任不合适。黄老师是不是想补偿游书郎之前骗他的事？你是长岭的第2大股东哦，居然这个位置你不做，谁做？老师，您刚说什么？哦，他也不知道啊，所以是樊潇把股份给他了。那个是我们合伙骗你的。果然还是开口跟他承认了。你当时的状态不对，想要以此激发你生活下去的信念，没想到他投资了那么多，而且都转成了股份记在你的名下。哎，樊潇说，3年之后再告诉你，说到那时候可能就把他忘了。您觉得这种补偿有用吗？游书郎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哈。说实话，我也没有答案呢。哎呀，这些年啊，我是吃够了女人的苦，要不换换兄弟情深？哎，也不是随便哪根草都行的。对嘛？慧慧，你的大波浪呢？怎么没了？现在变直发了？现在已经不流行成熟风情款了。知道我新年许了什么愿望吗？找个渣男，让我虐虐。跟渣男交往可是很辛苦的。张世成他挺好的，就是因为他太好了，才不忍心下手。我这样的人，终究会负了所有人。哎呀，所以与渣男更适配。所以慧慧是给游书郎一个参照，让他明白樊潇的心意的。我们这样的人，越是缺什么，就越是憎恶什么，甚至有时候都分不清，到底是憎恶还是向往。张世成，我舍不得又放不下。那你就这么吊着他？我没有吊着他，是他还爱着我。是还在爱吗？他问的也不止樊潇吼，也是在问自己，是不是还在爱他？你好，需要点什么？白酒，度数最高的。哎呦，好，先生。还没结账。什么？哦，樊潇现在住这啊？最终还是来找他了。不请我进去坐坐？
平时我不住这儿，看守仓库的人回去过年了。这几天我又有货要发，哎呀，所以过来住2天。我设想也是哈，樊潇也不至于落魄成这样。你坐。一来坐床上，跟他们那个时候一样。哎呀，樊潇看到尤书昂一来，就想要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他吼。你怎么不问问我今天是来干什么的？黄启明都跟我说了，他跟你坦白，我们骗你的事。你觉得那是赎罪？那天看你在佛堂，听你在你妈妈牌位前说那些话，我怕你寻死。他那天有听到啊，怕得要命。我从来没有觉得那是赎罪，我只想让你做点你喜欢的事，让你活得闪闪发亮。那些股份我不能要。我就知道你是来和我说这些的。那些股份你要是不要，你就留给天天。无论以后他认不认我，我都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你好像一个做错事的父亲哦。好。你看，樊潇现在会尤书朗能接受的方式给他的关心了哈。你那冷，过来坐吧。现在的他是真的有在替尤书朗设想了。为什么没去整博文啊？我查了，人挺好。果然还是查了，还是渗透进他的生活了。既然博文这么好，你不祝福我们吗？你过分了。让你祝福我就过分了。你今晚到底是来做什么呢？如果想让我痛苦，真的不必多此一举。我已经很痛苦了，我想成全你，让你幸福。我忍了这么久，不想功亏一篑，但你他妈要是再敢点一点火，我今天就强胜了你。这就是尤书朗的目的，所以还买了一盒保险套过来。以后你会乖吗？是吗？以前我问过你一次，你骗了我。今天我再问一次，以后跟我在一起会乖吗？难以置信，也会怕以后的自己真的再次破功。我会听话，会乖。我不说一句谎话，不耍任何手段，我保证。熬了那么久才等来的机会，不能再让尤书朗跑掉了哈！哇！不是要上我吗？你和那个吕博文，他有他的情债。哎呀，我也是。所以没有对不起吕博文。我不想你醉了做后悔的事情。有没有可能他就是为了让自己跨出这一步才喝酒的？那你要还是不要？不要。哎呦，我不要一夜情。我保证不了自己的情感能够收放自如。你给我送来这个，你现在醉了，想到了旧情，想到了我。等你明天酒醒了，你会万分后悔今天做的事情。现在虽然被樊潇拒绝，但尤书朗内心是开心，是感动的吼。真的不要。现在的他是真的被樊潇珍惜。这1年多，樊总利息涨了不少，定力也涨了不少。你真是疯了，好啰嗦呀！哇！你以前最喜欢咬这儿了。樊潇，你是属狼的。果然力气涨了不少。我懂啦，这就是属于尤书朗式的黑化啦。他没有变坏人，只是在感情上，在床上变得很生猛。我想也是，那个床能接受得住你们这么激烈吗？而且樊潇，你不是说这不是你平常睡的地方吗？平常是另外一个看守的在睡的吗？等于你们在别人床上坐哎。老哥，咱们回去了。没事，现在就关吧。屋里有人睡着，你要走。新的一天，两人都重获新生了。我饿了，要去吃饭。哎，一起吧。对象。尤书朗并不是酒后冲动，是真的要跟他重新开始了。人群之中一眼就认出了我。
完结撒花，朋友们，这个荡气回肠的旅程，我们可终于走到终点了啊！最终果然2位都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救赎了。樊潇这个从小在一个相当不友善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心里充满了恶，充满了怨念，充满了戾气。他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人是平白无故的善良的，所以当他遇到游书朗这个像菩萨一般的人的时候，一直想试探他，结果没想到最终还是爱上他。就像这一集游书朗那个同学会讲的，像他们那样的人，越是自己没有的事情就越是憎恶，但是其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是憎恶还是向往。最终樊潇对游书朗的这个爱恨交织的情感，将游书朗原本安稳的生活破坏殆尽，但他自己也无可救药的爱上游书朗，才让他下定决心去赎罪，不仅仅是将自己送往监狱，还把他那些作恶多端的家人也一并送进去了。这集啊，我们从施丽华的口中也得知了，原来过去这一段时间里，樊潇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地狱里，在偿还自己的罪孽。樊潇转为污点证人，坐牢只坐了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然后还保留着一部分之前的财富，听起来好像过得还不错，好像不足以偿还他过去所犯下的那些罪行。但其实从施丽华口中我们得知的，原来他那段时间也生不如死呀。但是为了游书朗，他选择独立支撑着。而游书朗在听到这些之后，也是有所触动的呀。现在的他虽然不再是原本的那个菩萨了，但是在听到樊潇的那些刺激的经历之后，他也不是个木头，心里也还是泛起了波澜，也终于意识到原来自己还是在乎着这个人啊。最终他也还是鼓起勇气回去找樊潇，那个能够让他放松，让他不必随时随地维持完美的形象，做个圣人的对象。这个结局，我想对所有人都是最好的吧。如果我之前所说的，我看到了所有的坏人都遭受了他们的报应，也看到了游书朗得到了他的幸福，以及从前的恶魔樊潇也终于回头是岸了呀。我记得我刚开始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啊，我真的不理解游书朗这样子的人到底有什么好稀罕的。他是很善良，没错，值得称赞。但是像这样的人，真的有稀少到需要樊潇这样子特别去注意他吗？后来才明白，那是因为我生长在台湾啊，而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中国吧。对，虽然剧中一直说那是华国，但其实就是中国了。如果直接讲出中国2个字，大概这部剧的播出还会更加困难。可能其他国家地区的朋友不太了解吧。其实我们2个国家的生活习惯、社会风俗是截然不同的。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大家应该多少都有听说过。真的在台湾，大家在路上都是愿意给陌生人伸出援手的。而在中国，就是另一副景象了。我毕竟没有生活在那边，我就不予置评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樊潇会对游书朗这么执着。是随着后面他的背景故事逐步展开来，我们才渐渐知道为什么他会对游书朗有特殊感情。大家一直都说这部剧的人性描述得很真实，可是说真的啦，对我来说，这些人反而是离我的生活比较远的那一种人啊。反而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有点不真实的，在看别人的故事的那种感觉。而能够诞生像这样子的故事，说真的，大概也只有像中国类似那样子的社会，才能有孕育这种作品的土壤吧。其实这一段我本来想要说更多的，但是话到嘴边还是不好意思说出来，大家能够体会就好了啦。我真的不太好意思去评价其他的社会以及在那片土地上努力生活的人。无论如何，这个故事真的很精彩，虽然看的过程中有点痛苦，我也是对他爱恨交加的。但是谢谢这趟旅程，也是丰富了我的眼界哈。那这部剧就看到这边了，祝你各位如果还在自己的海里挣扎，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靠岸。我们有缘再见，拜拜。